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场面？这段经文好奇怪哦，烧红母牛，灰烬，用水洒人。于是你把圣经往旁边一丢，转头追剧去了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段让人想翻白眼的净化仪式，其实藏了一段极其重要的属灵预告片。它不只关乎古时候的以色列人，更深深地影响了今天的你我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从一头红色母牛追溯到一位背负你我的救主。在民数记19章1到10节中，神吩咐摩西与亚伦要选出一头完全无残疾、从未负恶的红母牛。这头牛被带到营外宰杀、焚烧，并将它的灰与水混合，制成除污秽的水，用来洁净因接触尸体而成为不洁的人。整个过程充满细节与神圣性，连处理红母牛的人也会因接触而变得短暂不洁。听起来很复杂，对吧？但这正是神预备的一个惊人影子，一个救赎的蓝图雏形。Wendy 是个二手书店老板，他有一项奇怪的兴趣，收书，从垃圾堆里收。他不是为了捡破烂，而是相信每本被人丢弃的书里面可能藏着故事的金矿。有一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在后巷翻找旧书时，无意间在一堆破纸堆中看到一本满是灰烬的旧相簿。他本想随手翻过，但照片中一张张泛黄的脸孔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里面有孩子们在树下野餐，有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婴儿，有全家人在圣诞树下微笑的合照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在最后一页，他发现一封手写信。如果你看到这本相簿，表示我已经走了。希望能记得这些画面，因为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落款是个不知名的名字，温蒂顿时愣住。他把这本相簿带回店里，小心整理，并在店门口放了一个牌子：拾得珍宝，寻找故事主角。几天后，一位穿着简单的中年女子走进店里，眼神有些慌张。听说你找到一本相簿，是我妈妈的吗？当她打开最后那封信，整个人静默不语，最后说：我一直以为她没有爱我，原来她把这些留给了我。那天她抱着相簿离开，泪水与笑容交错，像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洁净。温蒂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有些看起来肮脏无用的东西，其实正藏着让人洁净得医治的答案。就像那本相簿，就像那头红母牛。红母牛的仪式看似复杂，离我们很远，但它的核心其实是有一种捷径无法靠人自己达成，只能靠神所指定的方法。在当时，接触尸体会让人不洁，但人又无法自己恢复圣洁，只能等候祭司
焚烧灰烬，用水洒净。整个过程提醒人无法靠自己洗干净自己。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再接触尸体便不洁，但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良心，有时候也沾染了尘埃。我们也会累积那种我不配亲近神的感觉，那种做错太多的重量。但神早早就预备了方法。红母牛预告的是耶稣，那位在城外被钉的羔羊。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，而是成为我们的除污灰烬。只要我们愿意接近他，相信他，就可以重新被洁净，重新走回神的同在中。他没有嫌弃我们肮脏，而是用自己的牺牲来还原我们的价值。红母牛的灰烬看起来没什么价值，但神说它是洁净人的关键。你的故事，你的过去，你以为没用的部分，也许正在成为神手中医治他人的圣灰。愿我们都学会看见那些表面不起眼却隐藏神荣耀计划的事物，因为你不知道神正在用什么方式默默地对你说，孩子，我早已为你预备洁净，只等你来领受。